王一博与摩托姐姐之间的顶级浪漫，或许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追星叙事。坊间流传着一句极具画面感的话：他在哪，香菜地就种在哪。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植物生长，而是对那片标志性绿海最诗意的隐喻。每当他现身公开活动，场馆内总会被一片纯粹而汹涌的绿色所吞没，荧光棒如星海般起伏，仿佛大地在为他呼吸。这种视觉奇观早已成为内娱现场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每次看到这种场景，我总会不自觉地屏住呼吸。那种整齐划一的绿色浪潮，不只是灯牌的叠加，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誓言，让人感受到一种近乎信仰的纯粹。在喧嚣的娱乐工业中，能有一抹颜色只为一个人而亮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反差与温柔。王一博本人始终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疏离感，有人笑称他像隐形人，永远猜不透他下一秒会出现在赛道上、片场里，还是某次猝不及防的公开露面中。可恰恰是这种若即若离的神秘气质，反而激发出粉丝群体惊人的凝聚力。他们平日低调地向前流，不喧哗，不抢镜，却在关键时刻瞬间集结，将舞台围成密不透风的绿色堡垒。这种他退一步，粉丝就向前一步的默契，让我深感震撼。偶像的留白竟成了粉丝填补意义的画布，这种反向的情感投射，远比单向的追捧来的深刻。真正的吸引力往往不来自刻意的迎合，而来自一个人安静做自己的底气。据早期粉丝统计数据显示，早在2019年，王一博的线下核心成员就已突破30万大关，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动辄数千乃至上万的现场应援，早已不是靠一时热情就能维系的狂欢，而是建立在长期情感认同与归属感之上的文化实践。那片绿海，本质上是无数个我在这里的集体宣言。我常想，数据是冰冷的，但绿海是有温度的。当30万个独立的灵魂为了同一个人汇聚成同一种颜色时，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追星，而是一场现代人的精神寻根。在流动的时代里，人太需要确认自己属于哪里，而绿海恰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坐标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粉丝行动背后的高度组织性。从提前数月锁定行程、分区域认领灯牌，到现场灯光色温的统一调试，整个应援过程宛如精密运转的齿轮。有人调侃这项军事行动，但拨开表象，这其实是粉丝自主建立的秩序体系。他们不靠控评或打榜来证明存在，而是用一场场视觉一致的绿色浪潮完成自我表达。这种纪律性让人敬佩，却也让我隐隐担忧，当热爱被高度流程化，那份最初的悸动是否会被效率稀释？或许真正的浪漫恰恰藏在那些计划之外的惊喜里，秩序与灵动之间的平衡，才是 fandom 文化走向成熟的必修课。绿海的存在早已超越支持偶像的单一功能，逐渐演变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象征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，粉丝通过这片绿色寻找到了情感锚点。它包裹着对美好的向往、对梦想的坚持，甚至是对平凡日常的温柔抵抗。每一次亮起绿灯，都是一次我们同在的确认。我从中看到的是当代年轻人对归属感的极度渴求。当现实世界越来越原子化，能有一片海愿意为你而亮，本身就是一种治愈，哪怕它偶尔也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。文化现象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它的复杂恰恰映照出人心的多面。站在舞台中央的王一博，往往以沉默的姿态俯瞰这片绿海。他很少用夸张的言语回应，却总以点头、微笑或一个专注的眼神完成互动。有人问，究竟是他在引领粉丝，还是粉丝在塑造他的舞台？答案或许早已模糊。那片绿色既像一层透明的屏障，将它与外界的喧嚣隔开，又像一座桥梁，连接着台上与台下的心跳。这种若即若离的张力让我着迷。偶像不必完美，粉丝也不必盲从。当双方都能在彼此的目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，这场双向奔赴才真正有了灵魂。最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吞噬，而是互相照亮却不越界。随着社交媒体的扩散，绿海早已溢出物理场馆，成为网络空间的文化符号。一张俯瞰图，一段短视频，就能在热搜上掀起波澜，甚至衍生出无数二创与玩梗。这种现象既证明了粉丝文化的传播力，也折射出数字时代在场感的重构。我有时会觉得，线上狂欢容易让情感变得扁平。当绿海变成流量密码，我们更应记住它最初的温度，那不是数据博弈的筹码，而是无数个真实的人在深夜里为你亮起的一盏灯。媒介可以放大声音，却替代不了心跳；符号可以传播千里，却扎根于具体的爱与陪伴。不可否认，粉丝文化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面临边界问题。无条件的支持固然动人，
但若缺乏理性引导，极易滑向情绪化甚至排他性的极端。健康的追星生态应当是热爱有度，尊重有界。那片绿海之所以动人，正因为它既有死磕到底的执着，也有克制与分寸。我始终相信，真正的顶流浪漫不是淹没，而是照亮。当粉丝学会在热爱中保持独立思考，当偶像在聚光灯下依然守住本心，这片绿色才能从短暂的浪潮沉淀为长久的风景。文化的生命力永远来自于清醒的热爱与自由的呼吸。归根结底，王一博与摩托姐姐之间的故事是一场关于陪伴与成长的双向书写。他在哪，绿海就种在哪，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追随，更是精神坐标的锚定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愿这片海少一分狂热，多一分清醒，少一分执念，多一分从容。每次回望那片绿，我都会默默祝福，愿它永远如春风化雨般滋养彼此，而不被情绪的暗流裹挟。毕竟，最美的浪漫，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占有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相守。你们又在这片绿海中看到了什么呢？